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删二番作引争议，杨紫粉丝破防，简历逻辑引热议。当肖战简介里的余生请多指教被等字替代时，舆论场的反应像一场提前排练的戏剧 ，CP 粉哀嚎意难平。部分网友指责红了忘本，而娱乐圈的观察者却看到，这是顶流从流量偶像到实力演员的必经一步。删除一部合作剧的简介，看似微小的操作，实则是肖战对自我定位的清晰切割，也是所有想走得长远的艺人必须完成的自我迭代。从 CP 依赖到个人品牌，是职业升级的必修课。余生请多指教的爆红，离不开肖战与杨紫的 CP 张力，故为与林之孝的甜蜜互动让剧粉甘愿为两人的同框买单。但对演员而言，过度依赖 CP 滤镜，如同饮鸩止渴陈情令后，肖战曾被博君一笑的标签捆绑，直到王牌部队的军人形象才打破偏见。余生的 CP 热度若持续发酵，反而会掩盖他在《藏海传》中对权谋角色的深度演绎。简介里淡化这部剧，本质是减少合作附加值的依赖，强化个人表演能力的标签。就像歌手不会永远把合唱歌曲放在专辑首页，演员也需要让观众记住肖战而非肖战与 XX 的组合。作品排序的调整，藏着对职业阶段的精准注解。艺人的简介如同年轮，每一次修改都记录着职业轨迹的变化。2019年《陈情令》爆火时，简介里必然要突出这部出圈作。2022年《余生》播出后，将其前置是对当下热度的呼应。2025年《藏海传》成为现象级作品，置顶这部与郑晓龙合作的正剧，则是向行业宣告转型成功。这种调整不是否定过去，而是对现阶段核心价值的强调。就像学生毕业求职时，简历上实习经历会让位于项目成果，肖战的操作不过是遵循了职场通用逻辑，用最新、最有分量的作品证明现在的我能做到什么。争议背后是观众对艺人成长的认知滞后。部分网友纠结于为何删掉余生，实则是没意识到，肖战的职业目标早已从顶流偶像转向实力派演员。梦中的那片海登陆央视，是他在主流平台的站稳脚跟。《藏海传》的权谋戏被业内评为摆脱流量痕迹，是他演技获认可的标志。这些作品的受众与余生的言情剧粉丝重叠度有限，简介的调整正是为了吸引更广泛的关注，包括正剧导演、电影制作方等新合作对象。当观众还停留在磕 CP 的记忆里时，艺人早已迈向了更广阔的舞台。淡化合作剧是对独立人格的坚守。娱乐圈的合作往往伴随着捆绑营销、CP、师徒、同门等标签，能快速提升知名度，但也可能让艺人失去独立个体的辨识度。肖战与前公司合约到期后删除 X9 少年团前缀，是对独立发展的宣告；淡化与杨紫的合作剧，则是对不依附他人热度的坚持。这种去标签化的努力在顶流中并不多见，有的艺人靠前辈提携人设维持热度，有的靠 CP 售后固粉，而肖战选择用作品说话。《藏海传》的成功没有依赖任何合作方的流量加持，完全靠剧情与表演打动观众。简介的修改，恰是这种独立人格的外化。粉丝心态的冲突，暴露了情感投射与现实认知的鸿沟。CP 粉对余生的执念，本质是将剧中的浪漫投射到现实，不愿接受角色与演员分离的事实。部分杨紫粉丝的不满，则源于自家偶像被轻视的护主心态。但演员的职业特性决定了合作是暂时的，个人发展是长久的。杨紫凭借《长相思》证明了自己的扛剧能力，不需要靠余生的余温维持地位。肖战也在用《藏海传》的成绩证明，离开任何合作对象，
他都能站得住脚。这种相互成就后各自精彩，才是成熟艺人的相处之道。如今的肖战正在用新作品回应所有争议。《藏海传》的权谋戏让观众看到他对复杂角色的驾驭能力。央视播出的《梦中的那片海》让主流市场认可他的正剧表现力。简介里的作品列表会继续更新，或许未来还会有更重磅的作品取代现在的排序，但这种动态调整恰恰是职业生命力的体现。真正的艺人从不是靠过去的作品定义，而是靠持续创造新作品的能力证明价值。肖战山余生的争议终会平息，但留下的启示值得深思。艺人的成长需要勇气告别舒适区，包括那些曾经带来热度的标签。观众也需要学会接受艺人的变化，不必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强加于他们的职业选择。当《藏海传》的剧情还在被讨论，当新角色的塑造还在被期待，谁还会纠结于简介里有没有一部3年前的剧？毕竟，能被记住的永远是角色的光芒，而非简介的排列顺序。原本是一件很早正常的事情，但肖战毕竟是顶流，加上肖战被前公司挖机机挖压迫的时间太久了，所以更改完信息之后，很多粉丝都自发的为他庆祝，甚至有的粉丝称肖战拿掉前缀无异于是贴春联了。这件事情对于肖战来说是好事情，终于熬到了10年之约，成了自由身，终于他回到了原点，但却站上了更高的起点。原本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没想到肖战仅仅改了一个作品顺序，却引来了部分网友的质疑。原因是他把和杨紫合作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给改没了，在更改之前，这部作品是放在前面的，改了以后一个等就全包含了。